在介绍完了我们微LAN以及端口的一个配置的这个完成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微LAN内是可以通信的，微LAN间是不可以通信的。那么做完了这些以后，我们的微LAN内什么的确实可以了。那么下边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，说老师，我这个网络比较小，对吧？我只有2、3台交换机，我的部门也比较少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，在每个交换机上，微LAN的数量应该是一致的啊，编号也应该是一致的。不同的编号就相当于不同的微LAN了。那么你说我一共有3台交换机，每台交换机上有4、5个微LAN，这个我直接伸手上去划分还来得及啊，我也顾得过来。那比如说我的网络相对来说比较大啊，我每一个屋子里面可能就有3台交换机，然后呢，我可能有这样的屋子有个7、8个，那么我可能有个10几、20个这样的交换机，大家都连起来，然后划分不同的微LAN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说我每台设备都登录上去划分微LAN，就创建微LAN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有可能某些机器上是没有必要去创建这个微LAN的。比如说，我这个屋子里面的几台交换机只需要满足微LAN10、20、30就行了。隔壁那个屋子里面的交换机呢，需要满足的是10、30和40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来画一个图看一下，我这儿有一个屋子，这个屋子里面的交换机呢，它分了3个微LAN，分别是10、20、30。注意啊，这是微LAN号。那么这儿还有一间房间，这个房间里面的交换机呢，它需要满足的是10跟30。20跟它没关系，这个屋子可能比较小。然后在这儿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呢也有一台交换机，它呢满足的是20、40、10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的线路是这么连接的，就是 A 房间连到了 B 房间，通过 B 房间的这台设备连接到了 C 房间。那么事实上，对于中间的这个房间来说啊，我们来叫做 A、B、C 3个房间。对于 B 房间的这台交换机来说，它是没有必要去支持微LAN 20的，因为这个交换机上根本没有任何的 PC 属于微LAN 20，也就是说这个屋子里面没有那个微LAN 20部门的人。然而 C 和 A 这2个房间里面都是有那个部门的人的，他们可能之间要通信。那么现在的状况是，他们能通信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微LAN 20的这边的数据必须通过它才能传过来，这是传输路径。那么在传输路径的过程中，就必须通过 B 房间的这台交换机。那么如果 B 房间的交换机没有微LAN 20，也就是意味着它不认识这个数据帧，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帧直接丢弃掉，它不知道该怎么转发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这儿为了兼容，必须有微LAN 20。那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，啊，那如果你说现在这3个设备是吧，总的来说还好，你如果有一大堆的设备呢？如果你有10几个设备，然后呢，你有10几个微LAN，或者说10几个部门，那么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是否是所有的交换机都必须支持这些微LAN？啊，那么如果我要不支持微LAN啊，那我是不是都得去配一遍啊？啊，这配一遍也很烦的啊，对吧？那么怎么办啊？我们给出了一个协议叫 GVRP， 但是良心话，我个人不推荐使用这个协议。GVRP 啊，我个人不推荐使用这个协议。这个协议有一些弊端，啊，比如说它的单向注册会让你导致通不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协议啊，注意只能满足就是把微LAN信息传过去，让你能够认识，但是你不能操作这个微LAN。啊，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效果，就是你能得到这个微LAN信息，但是你不能操作这个微LAN。所以说我个人不推荐 GVRP 这个东西。那么 GVRP 啊，在这个里面我们说到 GARP 啊，就 GVRP 这个协议呢是基于 GARP 来做的，啊，它叫做通用属性注册协议，它可以将一个属性呢分发到交换机之间，然后让交换机都去获取这个属性，而微LAN编号作为一种属性来进行传递。啊 ，GVRP 是 GARP 的一个实现，微LAN编号或者说微LAN信息就是一个属性，然后将你的这个一个交换机上增加的微LAN的信息传递到其他的交换机上，啊，传递到其他的交换机上。
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VRP 的应用啊，就是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，注意一定要可以去传递 GVRP 的这个消息啊，它是会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封装在一个数据里边啊，数据针里面，然后将这个数据针发给其他人，而且这个数据针啊，在我们目前看起来，它只能在 VLAN 1里进行传播。就是在其他 VLAN 里面是用不了的，它只能在 VLAN 1里面进行传播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一旦要用这个协议，那么你必须让你的所有的干道啊，一般这都是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了嘛，让你所有的 trunk 链路上面都必须有这个 VLAN 1通过的可能性。你不能让你的 VLAN 1说是过不了这个 trunk 啊，那就麻烦了。然后同时，你如果真的能够保证 GVRP 的这个效果，那么 OK， 它确实可以将这个东西传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配置。配置呢，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在每一台设备上，注意啊，在每一台设备上，全局下或者叫做系统模式下，先开启 GVRP 功能，默认这个功能是不开的。啊，我经常很邪恶的去想。这个功能一定不是特别好用。如果这个功能特别好用的话，啊，那么默认一定是开的，啊，当然了，也不见得啊，这只是我们说个玩笑而已。那么首先你要先全局打开这个功能，系统模式下这4个字母 GVRP 把这个功能打开。全局打开不算完，你要在你几乎所有的 trunk 链路上，啊，就是在你的这个干道链路上，将这个功能进行打开。就是全局是全局的，接口是接口的。全局打开这个功能不一定接口会执行这个功能，所以说在全局开一遍，在所有的 trunk 链路上开一遍 ，access 链路对吧？接入终端的链路就没必要了。你发给用户一个 VLAN 信息，用户也用不到啊。好，在所有2台设备上，或者说所有的设备上都把这个功能打开以后，那么你在一台设备上增加 VLAN， 另外一台设备会直接获取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就还是这2台设备了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在 Switch 1上面，全局或者叫做系统模式下 GVRP 把这个功能打开啊，然后这个2上也是，然後全局把这个功能打开 GVRP。我们说了，然后在所有的 trunk 链路上也把它打开 interface ETH0-0-10 GVRP display this 来看一下，看这个接口是个 trunk， 同时打开了 GVRP 功能。好，Switch 1也是 interface ETH0-0-10 GVRP display this 也打开了。好，全局下也开了，是接口下也开了，那么我们的 GVRP 应该就生效了。那么现在我来看啊，在 Switch 1上 display VLAN。我现在是1、10、15、20 4个 VLAN 啊，那么我增加一个 VLAN 50，推出去 display VLAN 是不是我这儿增加了个50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witch 2上面 display VLAN， 哎，它这儿也增加了个50。但是注意看 Switch 1的这个50，看这个 VID 和 Type 啊，这个叫做类型。这个50，它的类型叫做 Common， 叫做普通的 VLAN， 因为我是在 Switch 1上添加的。而对于 Switch 2来说，你看它的50，它的类型叫做什么？叫做 Dynamic。叫做 dynamic， 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动态获取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GVRP 给你传过来的。那么对于这个 VLAN 来说，你是不能做操作的。注意啊，假设啊，我现在这个说 Switch 1上有一个端口，我要把它划分到 VLAN 50，或者让它关联到 VLAN 50去 ，Switch 1上是可以做的。Interface， 比如说 ETH0-0-15啊，反正也没有用吧。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50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 display VLAN
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微烂50里边有一个15是 UT untag 的，有一个10是 tag 的。但是你在 Switch 2上能这么做吗 ？Interface ETH0-0-15 display VLAN， 我们来看，这个 VLAN 可是个 dynamic。我们把 ETH0-0-15 port link type access， 然后 port default VLAN 50，注意看这儿，敲完这条命令，系统会报错。说这个 VLAN 是一个动态 VLAN， 你是不能对它进行配置的。也就是说，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你看这个 VLAN 50里边还是只有一个10，没有15那个接口啊，你不能操作这个 VLAN， 就是所有 VLAN 相关的操作你都不能去操作，它只是动态学来的而已。因为万一人家一会儿那边删掉，你也会删掉的啊。那你说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办呢？那我想操作怎么办？你要是想把一个端口划分进去，或者说你想操作这个 VLAN 50，必须在本地创建一个 VLAN 50，退出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变成 common 了。如果它变成 common 了 ，OK， 你可以去划分了，那就一样了。所以说，通过 GVRP 传过来的这个 VLAN 是不可操作的，不可配置的。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协议不是特别好使啊，所以这个功能啊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一般我不推荐大家这样来使用这个功能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 GVRP 啊，这个简单的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么这一节啊我们讨论到了一个端口，讨论到了 VLAN， 并且讨论到了端口的几种模式啊，什么VLAN、Trunk， 这个 Access、Trunk 和 Hybrid， 然后我们讨论了这几种方式的配置，最后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个 GVRP， 这就是我们在以太网或者说在局域网内建立的最小的网络系统，几个 PC， 找几个交换机，拿网线一连，画上 VLAN， 起上 Trunk， 那么我们的 PC 之间可以分组，可以控制通信，然后组内是可以完成通信的，大家可以把网络连起来了，这就是我们